我的枪被诈骗拿出去卖了，谁能帮我买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967。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款天尊时代的袭击啊。就这款我在去年刚公布的时候就已经比较期待了。就虽然说我知道还是框架合体嘛，但是想的话出总比不出强嘛。拿到以后呢，我个人感觉是那种有褒有贬吧。因为这款你可以看到确实很漂亮啊，但是部分结构呢，我个人感觉实在是比较一般了。就首先我相信框架这种事情大家都已经感觉非常疲惫了。当时飞天虎最开始用框架的时候，他本来还以为是为了适配飞天虎那个比较抽象的那个合体啊，就大无畏也开始用框架啊，那时候大家开始感觉不对劲啊，因为大无畏怎么说呢，合体跟飞天虎有点像嘛，就也有点抽象啊。结果这个慧莲豹也开始用框架啊，这个真的是我感觉真的太不对劲了。就虽然框架是有框架的好处吧，就是不同玩具它确实可以兼容，就比如说这个大无畏的四肢是可以装到飞天虎身上的。但主要是框架用多了以后，大家感觉太疲惫了，就基本上出一个合体玩具以后，大家都能猜到主体是怎么变的了。那回到这款袭击本身嘛，这个袭击载具我个人感觉还算可以啊。当时看早期试模的时候，当时还看到腿部这边有个外露，我当时还觉得这个外露是会导致这个载具看起来非常丑啊，但实际载具看起来也还好，因为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块灰色的这个过渡零件啊，就跟这个腿部连在一起了，而且这个腿部外露的形状也算是比较契合整个载具的外形啊，所以说它看起来总体不算特别突兀。然后袭击这个载具是通过这边这个接口去插上去的，这接口拿到的时候应该翻进去的，这里拿到的时候记得要翻出来啊。然后这边两个接口对应载具上两个接口给插进去，这样这个载具它车头是可以有左右旋转的，但这一块这个支撑力度实际上不太行啊，就是你这样拿起来的话，可以看到已经有点松了，你这样一晃就直接掉下去了。就所以说这个接口这块这个支撑力度实际上不太行啊，跟这个玩意整个比较重也有关系啊。然后这个载具的滚动性可以说还算可以。它整个是10个轮子，就其中这2个铆钉轮，其他都是卡扣轮了。然后载具能说的也不多，直接看一下人形是什么样子吧。值得注意的是，这边真的非常非常紧了，就我第一次掰的时候，感觉都要把这边给掰断了。那么这个袭击的人形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这个拖车还有个作战平台的形态啊，那么就得开始变形一下吧。那么这个作战平台又变形完成了。这个作战平台呢，它本身这个炮是可以上下抬的，就具体做法是这样子的。现在可以看到上下抬以后，它下面这个空洞显示出来了，这个看真的非常难看啊，所以我一般选择直接不上下抬了。然后这个平台说明书上说可以放个载具啊，就说明书上演示是用这个吵闹，你还有其他陆地载具也可以放上去啊，这个算是和其他玩具的一个联动玩法了。然后这个炮塔本身是可以左右转的，就你车型也可以左右转，就这样子。这连着袭击转的时候，让我想到最近很火的那张图啊。这个炮塔我个人认为是比之前银剑那个要好一些啊，因为银剑那个炮塔实在太抽象了，就跟一个那种掩体一样啊。这个炮塔明显更有炮塔的样子。然后说到这个袭击本身吧，这个袭击本体实际上我是不太满意的，因为可以说这个袭击算是从银剑那边继承了，就是合体金刚不重视本体这个缺陷啊，就感觉这个袭击本体的态度，我个人感觉是有一点敷衍的，就光他身上这些空洞，我个人就比较难忍了。他这边以及这边，
就你作为一个 C 级玩具，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种东西。这我在银剑时候就已经讨论过，而且你看这肘部这些空洞，我靠，这什么鬼？就只能说怪兽部的它早期这种灰模图，然后后面这种宣传图全是这种曲肘造型啊。一开始还想这个曲肘这个造型确实还可以啊，就没想到是为了让人看不出来这边这个空洞啊。这我只能说海之宝这官图小心思真的越来越多了。然后这款手部依然是没有盖板，也没有任何万转。就早期有一张把粉丝弄得都高潮的那个灰模渲染图啊，那张图里面是既有万转也有盖板的。当时我还想这个设计师终于摆脱他小时候手腕既没有万转，手腕也没有盖板这个阴影啊，结果没想到到现在依然没有摆脱。包括小腿这边的这个空洞也一样啊，这个空洞虽然说可以让它这个屈膝多屈一点，但是我个人也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设计啊。然后这个袭击这边没有万转，就可以看到刚刚拿这个炮塔，你甚至要把这个小臂旋转，这样才能握上这个炮塔。你要有万转的话，小臂根本就不需要旋转了，而且也可以做出这种曲肘开炮这种动作。但可惜这款并没有。之前本来以为七十大师只是个开始啊，结果没想到结束了，已经结束了。对得起我们吗？你妈退钱。没那么严重啊。不过怎么说呢，明显感觉到后面两款本体比七十大师要减配不少。然后这款这个合理大头跟这个头实际上在同一个位置。所以说你就可以把合理大头拿出来当普通头用的，就看起来那种大头儿子那种感觉真的非常明显。然后这款袭击好像也没有给配枪啊，但是我没有看过记忆动画，所以对袭击这个配枪这个事儿，我个人是比较无感的。但是如果他真偷配枪的话，我感觉这个 C 级真的是减配太严重了。然后这个袭击这个假炮管也被人吐槽很多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真炮管是框架的一部分嘛，所以说它这边搞一个假炮管，但这个假炮管它合理形态收不进去啊。你也可以看到它假炮管收进去，前提是你这块是下面有空洞啊，但这个空洞只有在车型形态下面有啊，就合理形态和人形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炮管根本收不了。所以说这个假炮管被人吐槽非常多。你要抛开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不谈的话，这个袭击本体实际上还挺不错的。你也可以看到它的颜值确实非常高啊，就虽然说它没有枪吧，但是你找其他人借把枪，这 pose 也一样可以摆啊。正好这个旋风和闯道都是有多余的枪的。然后值得说一下，它这个手腕这边这个5毫米插孔，你可以看到这块是有断层的，所以说像这种枪屁股比较长的这种枪，它插不进去的。你只能插这种完全没有枪屁股的枪啊。但总体来说，这款袭击我个人认为它本体依然让我非常失望啊，主要还是它本体的那些空洞这些问题啊，还有它这个减配。就之前这个混天豹给2把武器啊，结果这袭击连本体的枪都不给了，只能说现在 C 级减配真的是太厉害了。袭击身上这些空洞问题，你放 A 柱身上哪有这些问题啊 ？A 柱也是有合体的啊，这个你不管是合体前还是合体后，也基本上没有这些问题啊。所以这个真的是感觉这个 C 级怎么越来越减配了？你甚至合体能把枪外包给诈骗了，这是怎么说？是诈骗把这枪偷了拿去卖了，现在赶紧去买回来是吧？那这很还原动画了。那么人形本体吐槽差不多了，接下来展示一下可动吧。头部抬头低头是这么多，然后侧头是这么多，头部360度转是没有问题的。我靠，这有点紧了。手臂360度转是没有问题，手臂侧抬是90度，但你可以再往上抬了，因为变形关系啊，可以到180度。然后大臂旋转是在这边，腿有360度，曲肘是90度，然后手腕刚刚说了没有平转，只有变形关系往内收。然后腰转可以有360度，大腿前踢是这么多90度，然后这个大腿是尺寸关节啊，后踢也是90度，侧踢是这么多，超过90度了。然后膝盖平转在这边啊，有360度，屈膝是这么多，也超过90度。然后接地是这么多，很大。合理变形关系有往前截。顺带提啊，这一块我之前不知道是干嘛用的，因为感觉人形和车型都用不到这个零件啊。但这块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为了填这块这个空洞用的，可惜你要这块能填个空洞就好了。那么人形可动就是这样啊，这可动可以说还算可以吧，就主要还是那个万转问题比较恼火。那接下来看一下变形成合体的过程吧。
刚刚想起来这边没有解说到位啊，就是这块主要是你把这个板收进来，然后你再把这块给扣进去啊。就你可以看到这样扣的话，这收不进去的。所以说你通过这样解锁把它收进来，然后再扣上去。让这个本体就变形完成啊，本体依然是作为框架主体啊。接下来就变形一下这个炮台吧。然后炮塔这一块，我个人认为是变形最难受的地方，因为可以看到里面这一块，就你直接硬撬是很难撬出来的，就这边没有任何施力点，所以这个技术我们万能把玩神器挖耳勺，直接用挖耳勺撬出来。让这个框架也算是变形完成了。为什么我不直接把主体安上去呢？这边要展示一下这个金天尾，这次很可惜啊，这个金天尾是完全装不上去了。这边虽然可以看到这边有个差不多长度的一个槽啊，但这块这个宽度明显比这边要宽啊，所以说完全插不进去啊。就这款这个金天尾要组合的话，只能说靠这样一个搭上去的方法，就这样子来搞，但这样子完全是固定不住的。包括你也可以看到，这次这个胸甲也卸不下来啊。就你像之前两款胸甲，它虽然本身也卸不下来，但像这块这种连接点都一般来说很松啊，就你一拔就可以拔起来了。但这次这个连接点直接打轴的，就你这个胸也直接卸不下来了。包括这金天尾，它由于固定不住嘛，所以说这次感觉基本上算是放弃了以前这种金天尾这种万能组合这种玩法。因为考虑到可能后面金天尾也要有4只了，所以说这个金天尾有可能它就直接放弃组合玩法。然后接下来就展示一下这个正常组合方法了。然后这款主体就变形完成了，接下来就变形4只了。这个4只设计上一样是用以前那种给它插上去，然后用这边这个解锁机构解锁它腰部这个卡扣，来把它给分开了。但这款我非常不建议这样干啊！过一会儿真正插上去以后，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这边我建议一样是用挖耳勺给它解锁一下。不得不说，这两块真的巨紧啊！然后可以看到施力的这一块已经有白痕了。然后这一块因为这个打光问题可能看不清啊，就你可以看到里面这个蓝色零件，这个目前这个位置，它连了一个弹簧的。这一块的作用是它会连接顶上一个凸起，然后这凸起会固定住这一块，然后记住它现在的位置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内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就我这块已经插得很紧了，就很难再往里面插了。就虽然这边看起来有一个断层啊，但是也基本上插不进去了。就可以看到这个你要用原本机构解锁的话，这块势必上会产生那种阻塞感。原本机构解锁真是很难解锁，所以说我非常不建议你用原本这个机构来解锁，就直接用这个挖耳勺插一下了。就我甚至都担心你强行去解锁会把这边给搞坏了。可能这款这个插槽这边设计比较深啊，所以说你用这个机构来解锁就很难解锁。然后这款这个旋风它两个说明书上都没有说具体怎么变形啊。你要按照官方这个剪影来看的话，这块这个螺旋桨应该要收下去的。就这个效果，但这款实际上有个可以更还原的一个变形方法，就是通过这样子。这样子可以还原它这边两个尾翼分开这种效果。这样这边整体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样子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手部还有这个脸部是有外露的，就你要能接受，你就可以这样变啊；你要不能接受，直接用官方那个变法。然后这一侧也一样，直接用挖耳勺解锁。先把这边掰一点，
然后这一侧需要点变形，把这个翻下去，两边也翻上来。然后泡的话，我习惯是这样炒。这样2条手臂就变形完成了。然后接下来演示一下这个炒闹的变形方法。哦对，这块我应该刚刚忘了演示啊，这块应该是原本这样子，然后应该翻下来了。就这块装上去的话，实际上直接往里面扣就可以了，因为虽然说这边有很多卡扣，但基本上你装到位以后都能直接扣上去。然后可能比较需要注意的就是一个这边，直接给它扣上去，这边很紧啊。如果你觉得这边太紧了，你担心会扣坏，就不要扣了。然后你扣上去了，然后这边卡扣对应这边，这个的话怎么说呢？感觉扣上去并不是特别牢固啊，就你扣的经常会弹出来。这边也一样，啊对，把手给放下去，手这样子太难看了。那么炒闹就差不多装完了，最后呢再把2只手装上去。那么这个混天豹就组合完成了。上半身的话，除了这个绿色胳膊以外，其他因为部件已经齐了嘛，所以说看起来其实还挺不错的。然后下半身怎么说呢？因为毕竟这个诈骗不在嘛，所以说下半身看起来就跟骷髅架子一样啊。总体的话，侧面看起来还好，正面看的话怎么说呢？没有当时官图看起来那么宽了，但感觉还是有点宽的。主要原因还在于这2个连接件啊，就可以看到这2个连接件，它直接把上半身这个感觉给拓宽了。就如果你把这2边往里面再来一点，那这边看起来就会好很多。但总的来说呢，它观感已经比当时官图看起来要好很多了。最后这些武器啊，炒闹的武器直接装后面。这边武器卡的也是非常紧的，就这一块的话，感觉像是公差没做好一样。炒闹小枪直接放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旋风2把小枪可以直接放前面。然后这把大枪的话，由于这个我这样变了，所以不好放了。你要想放的话，可以直接放这儿，就看起来就是这个效果，跟多了跟烟囱一样了。然后众所周知呢，这款还可以跟这个86震荡波联动啊。具体变形是这个样子的，先把这边解开来，然后后面也解开来，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洞啊，对应这边这个接口，都给它插进去，然后最后再给它合上去。这样这个合体形态就变形完成了。合体方法是先用前面这个插孔插到这边，然后后面这个插孔插到这边，这样这个震荡波肩炮大概完成了。然后震荡波这个软管的话，实际上可以插进这里面，但是非常非常紧了，就我很不建议插。就是你想玩的话，你可以这样玩，但是非常非常紧，就你拔出来是很难拔，再加上这边上漆了。正好看到这边这个爆炸，它机头有点松了。就这个爆炸的话，这一块应该是通病啊，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机头这边有很大的断层啊。就这一块的话，你要么往外掰，往外掰一点，可以把这断层给合上。但你可以看到这块这个缝又开始变大了，就这个爆炸这一块做的确实不太行啊。就要么这边有缝，要么这边有缝，
然后这款汇年豹虽然说它这一块是一体变形啊，但是为了兼容其他的框架合体呢，它这边做了个拆卸装置啊，就你可以这样直接拆开来。啊，正好由于这一块目前没有集齐嘛，所以说你可以插个其他框架上去。这样子虽然有点长短腿，但是至少看起来没有刚刚那个扣子架子那么尬啊。这款86震荡波附带小枪也一样可以拿手上啊，拿手上就是这个效果，算是稍微还原一波机器动画吧。但是可以看到这个附赠这个小枪完全没有涂装啊，之前应有的白色这一块直接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小枪看起来真是很尴尬啊。如果大家有之前再版那个百夫长配件包的话，可以装上去试试看啊。但我之前翻了半天一直没有找到那个配件啊，就有可能是之前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放哪去了啊。之前搬家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找不到了，我去。然后这款很多地方跟摄影图是不完全一样的，就摄影图里面这个旋风还有这爆炸机头实际上都是反过来的，就它实际上应该是这样子扣的，但可惜这一块都没有遇到什么插孔，所以说只能这样的正着扣了。那么接下来看一下汇年豹合体以后的可动吧。头部抬头低头是这么多，侧头只有1丁点，头部360度转是没有问题的，中部360度是没问题。当然你装这汇年豹以后也不行啊。然后侧抬是90度，胳膊平转可以有360度，虚肘是90度，拳头平转有360度，腰部平转也有360度，前踢是90度，后踢会被这人挡住啊，把这人扒开了以后可以到90度。有一说一啊，他这身上这配件太多了，当然这本身比较大，演示时候不停在掉件啊，可以看到这零件已经掉了一地了。但说实话这一块卡的也不是很紧啊，就基本上随随便便就能直接薅出来了。我去，刚刚演示的时候真的是累死我了。膝盖平转360度，屈膝是90度，脚部接地是这么多。不过这个接多少也得看这边这个成员能接多少。就像这个吵闹这边只能接这么多，可能这个后面这个诈骗它接地角度也不一样。就是这个诈骗出来之前也不能判断两条腿接地是不是一样啊，并且也可以看到这次这个接地是没有齿轮关节的。你像以前那个飞天虎，这边这个接地直接有齿轮关节的。总的来说呢，我个人认为这款还算是中等偏上的作品啊。因为说实话，之前已经那么多框架了，这款已经很难再给我什么惊喜了。就我只能说，你要喜欢汇年豹的话，那这款绝对是可以入的。但如果你已经收了很多合体金刚的话，那这款我感觉只能说给人感觉一般般。我之前忘了提啊，这边这个炮管之前很多人以为是不是可以套进去的，但实际上并不行啊。就合体现在只能2个炮管。这款单体的话，我感觉袭击单体反而感觉比较一般了。我个人感觉这款里面反而吵闹这个单体非常的出彩。吵闹我可以说近几年官方这个合体金刚里面单体最好的一款了。不过这款像我刚刚演示，大家应该也能看到啊，就虽然说它身上空洞很多，但是它空洞多不代表它轻啊。就这款实际上重量还挺重的，就分量在手里面很足啊。之前我看有人抱怨说这什么官方空洞那么多，就看起来比较轻飘飘的这种，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就很多地方它只是看着空了，但你实际上你真上手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料子实际上很厚啊。这款的话，我个人评价它造型确实还不错。就是如果你很喜欢汇年豹或者很喜欢这个造型，你确实可以入。就你比如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甚至做了假轮子啊，就是动画里汇年豹这块确实有个轮子啊，但玩具这一块实际上不接地啊，所以说它这边做了个假轮子，就感觉它应该有的细节也都有。你要光评价造型，那确实可以给个很高的分数啊。但就像我之前说的，它单体实在太敷衍了，合体的话目前感觉还算不错，就反正大家自己量力购买吧。那么这就是这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大家下期再见吧，拜拜。